走啊，别耽误吉时。我不嫁，我说我不嫁你。彩礼都收了，酒席都摆了，你现在说不嫁，你当我们梁家是猴耍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桂兰，你家欠的药费谁还？我儿子愿意娶她，是看得起你。我不是拿来抵账的东西。许南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钱我会还，但不是拿一辈子。丫头，除了嫁人还能干什么？我能养活自己。靠你们家的欠款吗？再不走，我这一辈子就没了。新娘子准备好了没有？今天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我闺女说不嫁，你听不懂人话。罗桂兰，你敢？我穷，但我没卖闺女。好啊，你们母女俩合起伙骗婚，那就把彩礼现在吐出来。3万6，我一分不少，拿我的手还，拿我的命挣。你可以要账，不能要人。你敢出这大门，我让南城所有厂都不要你。你连南城县城都没走出去，还想管南城？开门，把新娘子带出去。南桥，后门。妈，别问，跑！妈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我在这儿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他们会逼你还钱。这里有2000块，妈卖鸡蛋做针线攒的，拿着。妈，这是你的救命钱。你活成个人样，就是救了妈的命。我去了南城，挣到钱就回来。你记住，去了外头，别怕人笑你土，别怕人说你不行。我怕你一个人扛不住。我扛了半辈子，还差这一回。罗桂强，你把人藏哪儿了？妈，我要是挣不到钱呢？挣不到就学。可你今天要是留下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会让他们看见，我不是逃，是改命。别说大话给妈听，活下来才算本事。再不看到我砸了！快走，往车站跑！我一定回来接你。别回头，一回头，妈这口气就白顶了。南桥，别嫁错人，也别认错命。你妈还县里，你跑得了吗？你们要钱我还，你们要人没门。就你这场1个月能挣几个钱？1个月不够就1年，1年不够就2年。可我不会拿婚姻抵债。姑娘再不上车，车要开了。你今天走了，以后跪着求我也不娶。那你记住，是我不要你。许南桥，你早晚哭着回来。你敢赌？许南桥，你敢赌？我回来那天只会把钱甩你脸上。我连今天都敢走，还有什么不敢赌？南桥，妈年轻时想学才艺，这把尺留给你。我侄子在那个云棉服装厂苦是苦，挣的也多，真的能挣到钱。能不能挣，就看你有没有胆子熬。我有，我一定把这口气挣回来。妹子去哪儿？去云棉厂多少钱？外地来的吧？去云棉厂10块。别坐他的车，厂车半小时后到。多管闲事。谢谢大姐，差点一下车就被坑。南城机会多，坑也多。你想挣钱，先学会不把钱乱交出去。南城，我来了。新来的，立马去县上，别闲着。我还没办住宿。想挣钱就别挑，不会干就捡箭头。
一筐300件，捡不完别吃饭。捡完怎么算钱？新来的问钱，先问自己撑不撑得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件1分钱，错一件扣5毛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替全县记账。唐若宁，你嘴这么咸，今天加半筐。马组长，我嘴不咸是账不平，账平不平我说了算。他只是说清楚规则。你第一天来就想替人出头，我第一天来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白干。行，硬气。晚上交不出活，连铺位都别要。都听见了，谁帮他谁一起扣。你别怪他们不说话，大家都怕丢饭碗。我知道，我不是顶他，我是问钱。在这里问钱就是顶他，那更要问清楚，要一个能算清的开始。南城第一天，机器比人小，规矩比线头多。273件，漏检20件，扣10块。哪20件？我说漏了就是漏了。他这筐是3号线，您拿的是5号线。唐若宁，你又想扣工资？我的钱，我自己问。哼，一个逃荒来的，还挺会算。我不是逃荒，我是来挣钱。南桥，算了，今天算了，明天就轮到你们。想要钱，明天拿编号来对，对不上，滚出宿舍。哼，他故意的，那就对给他看。你不怕？我从婚宴上跑出来，不是为了到这继续低头。罗桂兰，你连夜把你闺女放跑了，这3万6，今天你要是不吐出来，我把你这破房子拆了。欠债还钱，今天谁来都不好使。不用你拆，我给你。村支书在这儿作证，这老宅和地抵给你们算利息和头款，剩下的钱3年内我1分不少给你。就凭你拿什么还？拿我这把老骨头还。今天有支书作保，房子你们收了，就得给我滚出去。行，我看你3年后怎么死。桂兰，你这是何苦？房子都没了。大哥，南桥他爸得麻烦你先挪到你家偏房，每个月的饭钱和药费我1分不少寄回来。房子你们拿着，我闺女的命你们拿不走，这笔钱我们娘俩去城里挣回来给你们。今天你捡了273件，按1分钱2块7毛3。可他扣了我10块，他说你露线头，其实是把别人的错算你头上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讨厌乱账。若宁，你别惹他了，上个月小兰顶嘴，奖金全没了。奖金也能随便扣，所以我才记账。可光我一个人记，没人敢认。那明天我认。你刚来，别冲动。人家把错扣到我头上，我忍了才叫冲动。你逃婚来的？那你胆子比我大。你会记账，我会吵架，要不要一起把工钱要明白？你知道这厂里谁最不能得罪吗？谁？管尾货仓的人。因为厂里真正值钱的不止工资。尾货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你敢看吗？新来的，今天被扣30，明天就学乖了。为什么错不是我，还要扣我的钱？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是赶货的地方。先别喊，喊没用。你看这里，烫标、剪线、打包分开算，他把你3道工序记成1道，这就是克扣。是，可你要当面闹，他明天就让你调去最慢的线。那就先把账记下来。你真打算跟厂里较劲？不是较劲，是我进城第1天就明白一件事儿，钱少可以，账不能糊。熄灯！明天谁迟到，押金扣一半。如果账粉能挣他们乱扣，你敢跟我一起查吗？新来的，今天少一张，全勤先记着。少的是饭票，还是您记错了工序？
别现在顶，我不是顶，我问清楚，你还想不想干？想干也想拿该拿的钱。马组长，这里有3个人同样少记，你要不要一起看？下午来办公室。你刚才是在帮我？我是在帮账，账不对，谁都别想安稳。干什么？闹事！我来对账。一个捡线头的也对账？他昨天被扣的10块，对不上。漏检就是漏检。这是你说漏检的衣服，我昨晚一件件翻过，没有一件是我那条线的编号。谁叫你看编号？衣标上写着线号，不用人教。马组长，我不多要，1分不少我的，也别多扣1分。你想在厂里混，就别把话说太满。我来挣钱，不来混。马组长，这10块得退。退就退。许南桥，你记住，厂里不是你讲理的地方。那我就换个能讲理的地方。南城这种人最多，最后都哭着回老家，拿了钱就滚回车间。还差一句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昨天你说我漏检，当着全县说的，现在钱退了，也当着全县说清楚。南桥，算了，被扣的是钱，被冤的是脸，钱能算，脸也得算。账上我会备注，错扣已退。行，你们2个都有种。不是有种，是有账。唐若宁，你那本私账以后别带进办公室。那就请厂里把公账算清楚，账清人心才稳，这个道理比我们懂。昨天许南桥那10块是我看错线号，钱已经退了。真让他认了？错了就改，没什么丢人。别以为赢了一回就能翻天。今晚加速单，谁完不成谁扣。加急单要加班费。你们俩今天是跟我杠上了。我们跟钱杠上了。哼！南桥，你真想一直在厂里干？我想知道这些衣服出了厂卖给谁，卖多少钱。那你今晚跟我去尾货仓，那里能看到答案，能看到这行最便宜的入口。若宁，你带他来干什么？周叔，他想买尾货。你有钱？不多。不多就别碰。尾货便宜，可压手里就是废布。这件为什么不要？袖口走线歪了，客户退的。修一下能穿，厂里一件处理价3块5，商场能卖多少？商场？小姑娘，你想太远了。批发城拿走10块8块，有人会卖到几十。一件衣服从3块5到几十，中间的钱去了哪儿？信息差，眼光。那我就买这个差。最少100件。我买，不怕砸手里，我连婚都敢逃。明晚来提货。我不找人护，我找人一起干。唐若宁，你敢吗？这些货厂里不要，你们2个小姑娘别乱碰。周叔，这些衣服哪里坏？有的扣子歪，有的色差，有的只是客人取消订单。这批成本不高，问题是码乱，整包拿容易压手里。谁让你们进仓的？我来问旧货怎么处理。你一个捡线头的，问这个干什么？捡线头也能看出哪件衣服还能卖。少做发财梦，厂里的货轮不到你。厂规没写女工不能买尾货。唐若宁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他只是会算账。马组长，您怕他算出什么？厂货不能私拿，这是报废处理，登记了。我们按斤买，有收据。叔，您放心，少一件都写清楚。写清楚就不怕？怕，可我更怕一辈子只等别人发工资。南桥，货拿出去就没有回头路。白干总比白想强。我再说一遍，亏了不许哭，亏了就记账，哭不算成本。梁建金，你不是等着看我哭吗？睁大眼看我怎么卖出去！
新来的，懂不懂规矩？这位置有人，我交了10块摊位费，交钱就能卖。你问过这条街谁说了算吗？市场管理处说了算，不是您说了算。哼，等一件卖不出去，看你们怎么哭。太普通了，像厂服。姐，便宜，15一件，15也要好看啊。1个小时了，只卖2件，你声音都哑了。再吆喝，顾客还是嫌土。南城的女人眼睛尖，乡下货骗不了人。衣服可以改，嘴也可以闭，你要买哪样？你说谁嘴该闭？谁抢新人的生意，我说谁。有本事你卖完，卖不完明天别来了。卖不完，我也会让它变得能卖。哼。这衣服不是丑，是版型塌。你懂？我学服装设计的，袖笼太宽，腰线没有，穿上当然像厂服。你说的这么准，为什么还站在夜市？因为办公室不要我，夜市至少会听我说完。哎，这样穿好看，多少钱？改版穿法，18。刚才不是15吗？15买衣服，18买穿法。姐，你照镜子就知道值不值。给我1件。第10件，第11件，南桥，快没零钱了！收整钱，找不开就送发圈。你还准备了发圈？摆摊第1天，什么都得准备，所以我现在准备你。我不是货，你是本事，本事不该饿肚子。你叫什么？沈清河。你刚才救了我半包货，我出摊你改款，卖了钱平分。你敢信我？我信一件衣服变好看以后，顾客会掏钱。我要是不来呢？那我明天还在这等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停下吗？因为他们说我画的衣服没人买。那今晚这些顾客就是你的面试官，分成也要说清楚。清河出改款，南桥出货和摊位，我记账，静瑞3个人分。你们还没确定我留下就开始分账，钱先说清，感情才不会坏。我要每天看到真实销量。清河，账给你看，摊儿给你看，你敢不敢明晚再来？新来的，夜市不是你嗓门大就能站住。我不抢您的客，人家自己来试。你喊15一件是坏规矩。我们明码标价，瑕疵也说清楚。他们确实说了扣子歪，我愿意买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图便宜，回去洗坏了别哭。大姐，这件扣子歪，我们免费换扣，开线3天内拿回来我补。夜市还能补？能，我们不跑摊儿。补线要成本，信任也是成本。你今天敢承诺，明天就有人拿一堆烂衣服找你，那就一件一件认。我们第1晚摆摊，先把名声摆出来。临时摊10块，卫生押金5块。押金兑还条件写在哪里？小姑娘，没人问这么细。我们钱少，才要问细。问再细也卖不出去，卖不出去是我的本事问题，押金说不清是规矩问题。行，给你写上，收摊干净退。南桥，这15块花的值，买的是今晚的合法位置，不是人情。哼，夜市讲人情，你偏讲白纸，小心白纸护不住你。3天房租，今天不交就搬。我下午去面试，晚上一定补。你那几张纸能当钱？纸不能，衣服能。你跟踪我？你画夹上有招待所名字，我来请你吃早饭，顺便谈合作。合作？先把房租交了。先交1天，剩下的他自己挣。我不要你可怜，这不是可怜，是预支设计费。你就不怕我拿钱跑？你要跑，昨晚就不会帮我改衣服。我学的是设计，不是摆地摊儿。那你设计的衣服现在在哪里？在你画夹里。跟我摆摊，今晚就穿在人身上。穷的时候说好听的没用，我找了5家公司，
他们都说我的设计太学生气，那就让夜市顾客告诉你什么叫接地气。我只试3天，3天卖不动，你别再找我。3天够了，你负责让衣服好看，我负责让人掏钱。先说清楚，我不做假牌子骗顾客。我也不骗，我补一条，所有成本当天结清，谁也不许凭感觉花钱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敢卖，一个敢算，倒挺像一伙，还差一个敢改的，你来不来？不用你喊口号，你把衣服改好，顾客会替你喊。姐妹们，看一眼不花钱，试一下就知道自己有多好看。你肩窄，别系中间，系侧边。这件能显腰吗？真不一样。第18件，改个下摆就敢多卖3块，你们这是骗钱！顾客觉得值就不是骗。呸！我明天也这么卖，看你们还赚什么！你可以学穿法，学不走版型。小丫头口气不小。南桥，卖到80件了，今晚卖完，明天进第2包。你还有钱？没有。那你还敢说？钱不够，就让供货商看到我们卖得够快。全卖了。96件，剩4件流降。你还想拿货？要2包，赊3天。蛇，厂里什么时候成了慈善铺？他昨晚卖完了货，有现金流水。那也得先交钱。哼，怎么，马组长怕我做出成绩？我怕你拿厂里的货出去坏名声。坏名声的是残侧线头，不是会卖货的人。你别忘了，你还在厂里上班。所以我今天来辞工。南桥，我在厂里一天减2块7，在夜市一碗赚100多，账摆在这儿，我为什么不选大的？辞了工，宿舍也别住。行，你真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周叔，2包货，3天后连本带利还你。若还不上，我来仓库干1个月白工。我不要你白工，我要你把这批衬衫卖成招牌。成交。老周，你敢私下赊货？我按常规处理尾货。马组长要是不懂账，可以问唐若宁。我会写得很清楚。许南桥，你别后悔，出了厂没人给你兜底。我自己的底，我自己兜。到时候别哭求我收你回来。我要是真回来，也是来告诉你我赚到钱了。你真辞了？夜市能稳定吗？不稳定，所以才有机会。你走了，我还在厂里，尾货账我能帮你盯，但我不能天天陪你出摊儿。你不用陪我，你这是赶我。我是不想拖你下水，我在厂里也不是岸上。我晚上出摊儿，白天继续上班，等你能养活摊子，我再辞。你图什么？图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，图有一天不用看马广才脸色。那我们说好，赚了先还赊货，再留周转，最后分钱。还有一条，任何人不能乱拿公账。成交。我做了3种穿法，通勤、约会、上班，价格分3档，15、18、22。今晚目标卖完180件。昨天那个侧髻款还有吗？有，但你今天可以试试新款。姐，昨天买回去有没有人夸？有啊，好多同事问我在哪儿买的，那明天带他们来，我给你便宜2块。南桥，现金不够找力了，我去换。哟，那边更便宜。生意嘛，各凭本事。他抄我们的，不怕他抄穿法，怕他抄走人心。怎么办？姐妹们，12块买衣服可以，买回去不会搭也白搭。今晚在我这儿买，每个人现场交到会穿。我选这边。邓姐，价可以压低，手艺和眼光，你怎么压？这样一别，腰真出来了。肩宽的人别买小码显壮，拿大一码，把下摆塞进去。听他的，穿不好看不收钱。不收钱这句别乱说，是不好看不强卖。对，不强卖。你们这是骗人试穿，别针一拿就变回原样。那我现场改第1件，5分钟，不拆原布。真能改？能，但改完不退，因为是按你身形做的。改衣费3块，写在纸上。今晚前10个免费改，算我们试手艺。免费？你们迟早赔死。赔不赔账另算，顾客愿不愿回来，今晚就知道。
我以前不敢穿收腰，怕显肚子。腰线不是勒，是把比例提起来。这句话你明天写牌子上，就写不勒腰，显精神。我明天带同事来，带来试，不合适别买。你们不像卖货的，生怕我买错，买错一次，你下次就不来了。我们想做下次生意。这就是你说的卖人心？不是卖，是换。我们拿真话换顾客回头。就是他们没证乱摆，还卖残次货。谁是摊主？我证件。昨晚办的。零食票也不能卖残次品。我们已标注伪单改款，不冒充正品。这批有问题吗？进货来源、数量、售价、退换承诺都写在这儿。小摊儿还搞退换，装什么大老板？顾客花钱就该有交代。手续没问题。他们抢生意！邓姐，夜市不是你家的，你能卖，我们也能卖。你们3个小姑娘在南桥站不住。站不站得住，看顾客脚往哪偏走。南桥，我同事要10件，能留吗？能，登记名字。有本事靠服务，别靠举报。都散了。哼，今天算你们走运。不，今天算我们守规矩。哼，你以为规矩能护你多久？规矩护不了一辈子，但能护住今晚。哼，南桥的老摊主不会让你们这么卖。谁来，我们都这样说话。谁抄，我们就改得更快。嘴硬，等你们进批发城，就等着被人连皮带骨吞了去。扣掉赊货、摊位费、饭钱，净赚362。362，比我面试1个月实习工资还多。明天去批发城，直接去批发城，那边水深，靠尾货撑不久。我们要稳定货源，批发商最会看人下菜，我们3个很容易被坑，所以你看账，青银看款，我来谈价。听着像要打仗，创业就是打仗，咱们钱只够拿一小匹。拿错一次，我们就回到0。那就用这把尺量准。这是什么？我妈给我的。她说，女人也要有自己的尺。那明天就去量量南辰的水有多深。我得先列款式条件：第一，布不能透；第二，肩线不能太垮。单件价格超过10块的，我们现在拿不起。另外，绝不拿不能退换的死货。批发城的货通常都不退换，我们可能谈不下来。那就让他们从不喜欢到不得不记住。小姑娘，拿货还是看热闹？拿女装衬衫，年轻款，50到100件。哼，这么少，零收去外面。这款肩线好，但布有点硬。懂货？什么价？12。同巷口8号档口类似款9块5。嘿嘿，9块5那是清仓货，我这是新货。这批是去年秋款。哟，眼睛尖，行。10块，最少200件。我们拿100，卖完再补。批发城不陪小孩玩过鸭呢。走。等等，看你们第一回来，我给个机会。后仓有一批韩版衬衫，7块，拿不拿？就这个。就这个。写清楚货款、数量、退换。小本生意，不退不换，行规。行规可以，但骗人不行。南城这么大，谁有空骗你们3个？袖子长短不一，领口也歪。他说的韩版样衣只有最上面10件，下面全是压仓货。被骗了。今天有新款吗？有，但今晚不卖假新款，钱全压进去了，不卖怎么办？卖，但要明说。清河，你能改吗？能改成短外套，但要剪。剪坏就全废。不剪，现在也废。你确定？被骗的是我们，不能让顾客买单。这是现场改衣服。对，今晚不卖韩版，卖南城第1件改款短衫。南桥，又有人来了。赖哥说了，这批烂货能砸死你们。
你们还想翻？赖哥在虹桥一句话，没人敢再给你们好货。告诉赖金宝，砸不死我们的货，都会变成我们的招牌。他管不了所有仓库，也管不了我手里的剪刀，更管不了顾客觉得好看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们明天还去虹桥。你们这件改完多少钱？19，明说是压仓货改的，不满意能当场退。你敢说实话？我买2件。好嘞，第一个改款短衫订单2件，我再改一个圆领款，给脖子短的姐妹穿。你们明天还有吗？我带宿舍的人来。有，我们不怕人多，就怕衣服不够好。赖金宝给我们1包烂货，补发3种新款。赖金宝坑我们，3成开线，2成大码，能直接卖的不多。大码不是废货，改成外搭，开线的拆边做短款，也就是说还能救，能救，但费工，你得重新定卖法，不能装新款。如果照实说单价只能20以内，那我们卖搭配，2件35，送1次免费改扣。你脑子转得快，但别忘了我们只有2双手。那今晚不睡，先改10件样子出来。如果这包死货能活，赖金桥就该慌了。让他慌。明天我们就把他最看不起的货挂在最亮的地方。大兄弟，许南桥是在这个厂吗？你找许南桥，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妈。哟，逃婚的那个，他早就不在这儿干了。不干了，他去哪儿了？嫌厂里累呗，去南桥夜市摆地摊了，估计现在连饭都吃不上。哼！老大哥，跟您打听个路，南桥夜市怎么走？挺远的，得坐2趟公交。大姐，你去那儿找人啊？找我闺女，只要知道人在哪儿，多远我都走得到。被骗来的压仓货，今晚当场改成短衫，丑1件赔1件。哪有摊主说自己被骗的？你脑子坏了？我说真话，顾客才敢信。妈，嗓子都喊冒冤了，先吃口热的。阿姨，县城的烂摊子我拿房子抵了，你爸我也安顿在你舅家了。妈，房子没了。房子没了再赚。妈看你在这儿喊，心疼。这夜市里都是下班饿着肚子的人，我支个粉摊儿能赚点散碎银子给咱凑本钱，还能让你们这几个小姑娘每天吃口热乎的。咱娘俩一个卖穿，一个卖吃，就在这南城扎下根，谁也别想赶我们走。净赚519，还清赖金宝那批货后，我们还剩200多，被骗的货都能卖完，说明我们能做自己的款。做自己的款要打样买布，钱不够，不只是钱，我们没有品牌，没有档口，没有固定供货，但我们有顾客名单。今天留电话的有30多个，顾客名单就是我们的第一条路。明天我去找布，清河划款，若明算成本。咱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做一个让南城打工女孩能穿得起，也穿得体面的品牌。名字呢？清淮，便宜但不低头。如果赖大宝和邓彩峰一起赌我们呢？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赌不住的生意。这位置我占了。管理费单子上写的是7点以后先到先摆，您6点就放了。懂不懂规矩？我们按市场白纸黑字的规矩。白纸黑字管不了这条街。那我摆旁边，谁来买粉，我就告诉谁这边有改款衣服。老太太，你掺和什么？我不掺和，我做生意。你们卖衣服，我卖粉，客人等得住。罗姨，粉摊也要记账，不能和清回混。行，我也按你们年轻人的规矩来。罗姨，您这一车比广告管用，不是广告，是家。别说的抚情，顾客吃粉是因为饿，买衣服是因为合适，你们要长久，不能只靠我这锅汤。明天我们做试穿卡，吃粉的人可以领，来试衣不强卖，引流可以，但成本要控。我来画卡片，不用印刷，手写更像我们。那我明天多准备些。
这点钱只够买边角布。边角布也有好料，我们要做50件样衣。哼，50件，小姑娘打样不是过家家。如果我们先付一半，卖完补尾款呢？你们谁呀？我凭什么信？老梁，别信，他们刚被我一包旧货骗得差点哭。赖老板还好意思说骗？你眼力差怪谁？我们今天来买布，不是吵架。老梁，你把布给我，我全包。梁老板，我们不跟他拼钱，拼结果。给我50米，我3天后带成衣和订单来，卖不到，布钱照付。你拿什么压？南桥，这是我妈给我的，3天后我来赎。一把旧尺值几个钱？对我执命，敢不敢赌我不会丢？老梁，你要是信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50米，3天。谢谢。3天后，我看你拿什么赎这把破尺？拿订单。 50件3天，价还这么低，我不接。我们现在钱少，但款卖起来会长期做。小姑娘说长期的，我听多了。这款工序不复杂，你会画不一定会生产。我们可以先付10件工钱，剩下按交货结。我凭什么信？因为我们今晚就预售。你要是做得好，以后清淮的样衣都找你。清淮，我们的牌子。摊子还没稳就敢叫牌子啊？牌子不是楼里长出来的，是顾客记住的。 行，先做20件，卖不通别赖我。卖不通我改款，亏了我记账。今天不卖尾货，卖我们自己做的款。 试穿不要钱，不好看不用买。这款收腰但不紧，坐办公室、站柜台都能穿。预售价28，3天交货。比夜市贵10块，买的是合身，坏了能找得到人。我要2件，第一单2个码。穿上清淮吃碗酸辣粉，明天上班有精神。南桥，样衣不够，超过样衣量继续收，明天找阿珍加单。从今晚开始，青海不是摊名，是牌子。杜总，就是他们。 小打小闹，可长得快。一个夜市摊儿敢收预定，他们不只收预定，还想找阿珍做自己的款。小姑娘敢做品牌，那就让他们先学会什么叫市场规矩。你的第一款我收下了，你守得住吗？这里的每一分钱都记在账上。63张单，定金189。 可布钱、工钱、摊费一扣，我们还是缺320。我可以先不拿设计费，不行，你不拿，清淮第1天就坏规矩。丫头们还没吃吧？我粉摊能借你们一点，但借就是借，别糊成一家人情。罗姨的钱记借款，3天内先还一半，3天交货。如果工人做不出来呢？那我一家一家找阿珍。南桥预售最怕失信，第一批如果迟交，后面就没人等我们。所以这3天，清淮只有一个任务：按时交货。钱不够，布不够。 人手不够，你们还要往前走？都够了，就轮不到我们改命了。阿珍姐，再加30件，后天交。你当缝纫机不睡觉？我家里还有孩子。加急费我们按件补，但不能拖原订单。 我把工序再简化，不影响版型。你们倒是会替我省时间。我们是求合作，做不出来您明说。以前档口老板只会说交不出就扣钱，清淮不这么干。好，我接20件，剩下10件你们另找人，敢不敢？敢，今晚就找。57件预定。 布料只够48件，再补布要160块。我可以把袖口边布省下来，最多多做6件。不够，不能收了钱交不出货。我酸辣盘摊今天赚了120，先拿去。妈，这是你的本钱，钱能凑，可我们还缺正式合伙规则。写：许南桥负责销售和货源，沈清河负责设计和打样，我负责财务和交付。我不要利息，要写。利润怎么分？3人平分。南桥，第一笔钱和摊位是你的，
清淮不是我一个人的，那我签。明天开始，谁要是想拆我们，就先翻过这本账。如果杜万芳真的来抢款呢？那就让他知道，女人的账本比他的合同还硬。合伙第一条，谁都不能把公账当私钱。我没意见，但设计稿归属也要写清楚。写，清馈用你的稿，舍你的名，卖一件给你一件的钱。顾客交定金，3天交货，迟1天退1半定金。这不是把刀架自己脖子上吗？不这样，没人信3个摆摊的小姑娘。如果赖大袍断布，我们就迟交。所以不能一条绳吊着。清淮第一条规矩，任何人都可以穷，但账不能黑，货不能糊，承诺不能空。那你们把手印按上，别光凭热血。手印按了，后悔就难了。我逃婚那天就没打算后悔。我不是卖了抵债的东西，我能养活自己。南桥，我明天要是带同事来，你们真能按尺码改？能改，但要先量，肩宽、腰围、袖长都要写。定金不多收，交期写清楚，迟交我们退钱。你们不嫌麻烦？嫌，但我们以后要开公司，第一天就不能靠糊弄活。姑娘们，粉给你们留着，别光顾着挣钱。那我明天带7个人来，你们接得住吗？接不住也先把话说实。杜万林要是想拆清辉，就先来拆这本明账。一样的款，20块，他们卖28，是把你们当冤大头。南桥，那边便宜。你可以先是我的，再是他的。哼，衣服不都一个样？不是，他那件省了色道，穿上腰会鼓，肩线也偏厚，抬手卡。少装懂！我们承诺7天换码，坏线免费修。邓姐，你也承诺吗？夜市货哪有换的？这就是差价。我还是拿清淮。许南桥，你别太得意。我没得意，我只是认真做生意。认真？等你连摊位都没了，看你怎么认真。有人投诉你们影响通道，摊位不能续。我们按线摆摊，没有占道。昨晚排队堵的人都走不了。这是昨晚摊位线和通道照片，排队在黄线内。我们还自己拉了绳，没挡消防口。你们还拍照？吃过亏就得留凭证。摊位可以续，但人多时你们要安排排队。我们照做。管理处偏心。按规矩办，不叫偏心。这次是摊位，下次会是什么？会是货源、工人、品牌。我们每一关都要有证据、有规矩。那今晚继续卖？不止卖，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不是夜市游金队。那我们是什么？是迟早要开公司的清淮。谁说小摊不能长成公司？你们要20件，我能做，但先说好，夜里赶活加钱。加多少写清楚，不压你工钱。以前那些档口说的好听，交货就挑毛病扣钱。我们不扣黑心钱，你犯工，我们照付基本工。我会把工序画清楚，袖口、双线、腰色位置都标出来。小姑娘，你们比大老板还事多，我们没钱赔大错，只能提前把小事讲明白。行，今晚我接，但如果你们卖火了，别转头找便宜工。清淮不靠压工钱活。第一批衣服如果卖成，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固定车位？先让我看看你们说话算不算数。阿珍，你给他们采接，他们撑不过3天，工钱你找谁要？我找合同要。单价、工期、返烘责任都写了，阿珍姐签，我们也签。小姑娘拿纸吓唬人，真出事你们赔得起？赔不起更要写清楚。黑心钱我们不赚，黑锅也不背。这件能上摊，但袖口再压一线会更稳。行，我反。你们不压钱，我也不胡活。你们真把夜市当公司开？对，邓姐，你今晚笑我们规矩多，明天敢不敢看顾客认谁的规矩？听说你们能做统一衬衫，学校里一对要30件，能，价格比商场低，1周内交，但要付30%定金。老师，我们能不能要显精神一点的？我可以加小翻领和蓝色滚边，拍照更挺。你们有合同，准备的挺齐，小生意更怕说不清。行，我给你们这个机会。定金够补布了，也够让杜万林知道
我们不只会摆摊，这是第一笔团体订单。礼仪对女孩身形差别大，统一款不能一刀切，30件分6个尺码，成本会上升。但穿得好，他们就是活广告。广告是啥？就是别人看见了也想买，那就让他们穿出去好看。秦老师说有人给学校送18一件，18连布钱都不够，谁送的？锦盛服饰，就是那个姓杜的，他想用低价结单，我们跟不跟？跟了必亏，不跟，明天我们带样衣去学校当场试。如果学生选低价呢？那就让他们自己照镜子选。杜万林敢拿价格压我们，我们就拿上身效果打他脸。我昨天订的是小码，怎么腰这儿更合了？我按你肩宽改了半寸，不加钱。这是交付登记，试完没问题签个字。夜市买衣服还签字，装什么大公司？不是装，是防止说不清。我觉得挺好，至少有人认账。你们认得过来吗？明天人一多就乱。所以我们编号，每件衣服对应预订单，坏了能查到谁做的。查到问题不是为了罚人，是为了下批别错。邓姐，您可以笑我们慢，但我们要做的不是一碗热闹。哼，夜市没有长久，只有谁先抢到客。那今晚就让顾客选，抢客和留客，哪个更长久？老师，这件穿上真的不像服务员，好看不够，明天校领导要看价格。30件，3天首批试穿，7天全交。能不能别把腰做得太紧？我们还要搬道具。能，腰线收视觉，不收呼吸。秦老师，学生穿得挺，学校脸上也有光。要是明天被锦盛压价呢？那就现场试衣。行，明天礼堂你们和锦盛一起比，敢不敢？敢。让他们带报价，我们带穿上身的答案。秦老师，我们锦盛是大厂，18一件，质量有保障。能让学生试吗？当然。老师，好像借了我妈的衣服。是这件。这件显高，确实精神。衣服是上课穿，又不是选美。礼仪队站在校门口，就是学校的脸面，脸面不能只看低价。清淮28一件，含改码补线7天维护，仅剩18，只交货不改。我选清淮。许南桥，你知道抢锦盛的单是什么后果吗？我没抢，是学生选的。杜总不会放过你，清淮也不会把订单让给他。我刚才腿都软了。我也是，但你站得很稳。我们赢的不是30件，是第一笔正规订单，但也彻底得罪锦盛，迟早的事。南桥，我想把这款做成系列，叫上班第一件。好，给刚进城、刚上班、刚想体面的女孩穿，成本得重新算。算，我们不靠便宜活，靠值。小雪，杜总把你要的那批蓝棉布全订走了，我没法供你。没布，学校订单怎么办？那就找一家他控制不了的布商。南城这么大，难道只有他有布？老梁不接小摊的单，他不接，让他自己说。小雪，市场里有人打招呼。谁打招呼？哼，批发城做的是熟客生意，不欢迎搅局的。我们买布付款，怎么叫搅局？你们把尾货改成新款，别人怎么卖？那就学着改，不是堵我们的路。我只能你们边角布，不能开票。不开票不行，源头必须干净。你们先活过这个星期再说。梁老板，总有一天您会愿意把第一卷好布卖给我。秦老师，18一件，今天签，明天送。18一件，坏线谁修？尺码不合谁换？校服哪来这么多事儿？有事儿，我们穿着站校门，不是套麻袋。这件不是贵在布，是贵在每个人穿起来不像借来的。清淮28，仅剩18，差价怎么解释？10块钱，一半给工钱，一半给退换。说得漂亮，真出了问题你们扛。扛！王博，你敢把你们的退换条款也贴出来吗？你给我等着！锦盛打过招呼，他真要把我们毒死。时间只剩5天。姐，这种布料有吗？有，但你们要多少？先要60米。60米，
我这儿最少300米起。我们现在小，但回单快。小姑娘都这么说。梅姐，别费劲儿了，他们被谨慎盯上，谁供谁倒霉。你一个卖货的，怎么比布商还忙？我爱看热闹。你是怕我们做成？你们成不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我们成了，就证明你那套骗人压货不管用了。你们真有订单？30件，5天交。这么小的单，我为什么帮？因为谨慎越怕我们，你越该看看我们能不能起来。梅姐，你可想清楚？60米可以给，但明晚我要看到第一批成衣。成交。成衣做出来又怎样？没有阿珍，你们拿嘴缝？你等着看，我们拿什么缝？你这真不值。妈，你会？妈年轻时跟裁缝铺学过3个月。阿姨，您能帮我们交针脚吗？按现在速度，5天做不完。我去找夜市几个会采鸡的嫂子，给钱少给点，但说清楚，我不懂创业，我懂穷人不能糊弄穷人。妈，我们不能白让人干，这句话写进钦差规矩。第1条，不糊弄顾客；第2条，不拖欠工钱；第3条，不抄别人的款。喜南角，听说你们缺阿珍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帮你。谁说小摊不能买布？给钱就卖。我们要正规票据，数量鲜少，但会长期拿。长期这2个字最不值钱。你们凭什么？凭这个。第1批63件，退换2件，原因都记了。下一款要做通勤裙，布要挺但不能硬，洗后不塌。懂一点，不算瞎买。白姐，锦盛那边说了，别给他们。我的布，我说了算。白姐，您不怕他们？我怕的是好布烂在仓里。你们如果糟蹋布，我第一个不卖。我们签采购单，坏账按约赔。行，先拿1卷，别让我后悔。帮他们就是跟锦盛作对，以后别想在南桥拿货。南桥不是我们不帮，我们还要吃饭。我明白，谁不愿意我不怪，但愿意来的工钱日结，每件1块2，坏件不赔。我会把工序拆开，简单不返还。1块2，他们给得起吗？先付半天。真日结，白纸黑字，签名按手印。你们信他？小姑娘嘴上好听，跑了去哪儿找？我摊位在南桥，我妈粉摊也在，我跑不了。谁来干活？中午我管粉。行，我帮半天。你们别后悔。后悔的是错过工钱的人，不是挣工钱的人。袖口收线，领边压平，别急。已完成22件，今晚赶到30。针脚比我想的稳。阿姨教的。我明天再给你们补100米布。梅姐，真的？我不是帮你们，我是压一个可能。这个可能不会亏。别说大话，锦盛已经开始做房款，明天就能铺货。这么快？大厂有工人，有布，有渠道，你们有啥？还有账款、顾客名单，还有设计。我们有不愿被压死的人。那就别输。南桥，锦盛说明天也给学校送样，还说你们小作坊不卫生不安全。那我们明天把缝纫间打开，让学校亲眼看看。杜万炳敢吗？你们这衣服洗1次就变形。这不是我们的编号，明明写着清淮，字像，但没有木齿标。针脚也不是我们做法。卖火了就不认账，大家看清楚。妹妹，您先别急，不是我们的货，我们不能认。但您被假货骗，我们可以帮您找卖家。那我今天白跑，我们送您1次免费改衣，但要把这件假货留给我们做对比。我会把真假细节写出来贴在摊前。今晚就做辨认牌。你们还想把事儿闹大？假货已经闹到我们门口，现在不讲清，明天就是全市场都说清腔烂。付完今晚工钱，盒里只剩23块，但还差12件。明天早上不交，学校单就黄了。我能留下赶，但我家孩子明早要送学。你回去，清淮不能靠让别人家里乱来承担。我替阿珍踩一会儿。阿姨，您别硬撑。南桥，如果这一单亏了，后面怎么办？亏也交。第1单毁了，后面就没后面。那明天谁去学校送？我去。
秦老师要是挑毛病，就当面挑。30件已完成28件，剩2件今晚补。秦老师，这种民房做衣服能放心？我们请您看现场，就是为了让您放心。每件都有姓名尺码，改码位置写在吊牌后。合身不代表安全，你们有质检吗？面料来源、洗水记录、针脚检查表都在这儿。小作坊自己写的表有什么用？那锦盛敢不敢把你们的工厂成本售后也给秦老师看？我看重的是交付和责任，轻商透明，锦盛只会压价。秦老师，您别后悔。我后悔，也是找合同，不找威胁。南桥，我们赢了，赢了第一单，还没赢后面。后面是什么？交货当天，所有学生都穿得好看，那才是真赢。效果比我想的好。老师，我们班也想订。我妈问能不能买成人款。校内新增意向72件。72件！先别全接，产能跟不上，可以分批预定。南桥，明天有兄弟学校来参观，我可以介绍你们。谢谢秦老师。第一批穿出去的情怀比任何广告都响。他们还真交了。杜总，要不要再压一压？不用，让他们往前走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响。通知商标代理，秦淮这个名字我要了。仿的人只抄外形，省了尖缝加固。这种做法快，但穿几次就裂。我们不能只贴真假图，还要改吊牌。吊牌要简单，顾客一眼认得出。那就用尺。你们这一路不就是从这把尺开始？一尺清怀，一尺良医，也量良心。名字可以，但注册要钱，商标流程也要时间，先做识别，后办注册。每个吊牌加手写编号，手写编号累也做，直到有钱印正规防伪。从今晚开始，清怀不只是款式，是顾客能找回来的责任。谁敢再仿，就让他仿我们的责任试试。我看一下，不是缝错，是2个学生长搬器材，前臂围要放，尺寸表上没有前臂围，下次加。你们还真改？你们穿1天，不是拍1张照片，难受就要改。下午校领导看汇报，要是满意，后面还有50件。50件，我们产能不够，先别接满，能做多少说多少。别人都抢着接，你们还往外推，接不住的单就是砸自己的招牌。清淮这个商标已经有人申请了。什么时候？3天前。3天前，我们刚挂出清淮牌子。申请人是谁？锦盛服饰有限公司。他们抢我们名字。如果你们有在先使用证据，可以按程序提出异议。我们有摊位照片、订单合同、收款记录。那就整理材料。需要多久？不会快。我们等不起。清淮可以被抢，尺不能。什么意思？新标识叫一尺清淮，一把尺量自己的路。杜万林抢名字，我们就把故事讲得更明白。既保留清淮，又多了识别。没错，他抢的是2个字，我们拿回的是人心。这名字比原来还有劲儿。我可以把木尺做成吊牌图案。所有旧订单备注新标值，避免混乱。明天开始，摊位、合同、包装全换。会不会让顾客以为换老板？所以我要亲口说，清淮被人抢名，但我们没被抢走。我怕顾客不懂商标，但他们懂谁负责，谁好看。对，品牌不是纸上盖章，是顾客愿意回来。意义材料我来做，但我们要准备长期战。打官司费钱吗？费，那就一边卖一边打。如果锦盛用清特名义卖烂货呢？那就是下一场仗。杜万林敢抢名字，我们就必须抢回来。这不是我们的布，针据也不对。票据给我看，我帮你写维权说明。不是你们卖给我的，还管？有人借我们的名字骗你，就是砸我们的饭碗。那我明天能带人来辨认吗？带。我们明天在批发城门口摆真假对比。南桥，赖金宝会闹，他越闹越好。赖金宝敢不敢拿真货跟假货一起下水洗？
谁让你们在这儿摆盘的？他们扰乱市场。我们没有指明任何档口，只提示顾客辨认假货。你们就是暗指我。赖老板，如果不是您急什么？这件房款用了低支棉，洗后缩水。市场如果放任，坏的是整条街名声。你们一个夜市摊儿，管得太宽了。我们管不了市场，但能管自己的牌子。牌子？你们注册了吗？啊，没注册也敢叫牌子？那我明天就能叫一尺清枪。你敢抢名字，我就敢让全南城知道这个名字是谁先做出来的。今晚不吆喝，做个小测试。左边是一指清怀，右边是市场假清怀，同样揉洗3分钟，看掉色、变形、针脚，所有顾客都能上手。右边水都蓝了，我买的就是右边那种。大家看清吊牌，一把尺的是我们不怕比，也不怕退换，怕的是有人用便宜烂货砸顾客信任。你少含沙射影。赖老板，我说谁了吗？今天新增预定126件，以后认准一指清怀，买错可以来问，我们帮您辨认。回去告诉杜婉婷，抢名字不算本事，守得住口碑才算。谁让你们用这种布？杜总，是为了压价。爸，夜市那边闹得很大，很多顾客开始认一指清怀。一个摊位带3个女人，就能把你们逼成这样？南城百货下个月女装专柜招商，把报名条件改高，注册资金稳定工厂，过往商场业绩。对，让他们连门槛都摸不到。他们现在还在夜市，进不了百货。我不是怕他们现在进，我是要他们永远进不去。如果他们找小工厂补资质呢？那就让南城没有工厂敢接他们。我是来道歉的，昨天我差点把假货怪到你们头上。没事儿，您愿意回来讲清楚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在厂里上班，我们车间10几个姐妹想统一买你们这款，能不能便宜点？团购可以，但不能低到亏本。我给您算明白，如果是车间穿，我可以把袖口再改利落一点，干活不勾线。这不就是你们第一笔小团单？你们真愿意按我们说的改？愿意。清怀不是给橱窗穿的，是给你们每天穿的。团单要是成，我们就能攒专柜押金。那就从车间开始，走进商场。我们车间26个人想订，但要干活方便的。我明天去你们车间看动作，抬手、弯腰、搬箱都要试。你们不像卖衣服的，向来管我们怎么干活的，不能让衣服耽误你们干活。南桥，你小时候校服磨脖子，哭了一路，所以这次不让别人哭。车间团单做成，百货押金就有希望。那你们明天敢进我们厂吗？厂长脾气不好。敢，我们从厂里出来的，还怕回厂里卖衣服？你们销量不错，但不符合专柜申请条件，没有商场销售记录。没有商场销售记录就永远进不了商场，这个规则是临时改的吧？补齐条件需要多久？最快也要半年。如果我们1个月内注册公司、签工厂、补齐质检呢？理论上可以重新提交。请您把材料清单写给我们。你们真要做？我们要让顾客看见真正的清怀。1个月太赶了，赶才说明有人怕。注册公司要地址、资金、章程。注册资金写多少？名字用1尺清怀服饰，按我们能承担的写，不能吹。我们连像样办公室都没有，但可以先挂办公地址。夜市老李有个亲戚开小针织厂，小厂不一定过质检。南桥，万一百货就是杜万林设的套，那你还进？想过，如果我们不去，清怀就永远被人看低。那明天去看厂。我也去。妈，你守摊，我守摊儿，你们守未来。谁敢说这不是一家人一起开的公司？销售预测、质检报告、稳定工厂，3样缺1样都不行。预测今晚给，质检明天送，工厂我们已经在谈。谈不等于有，我们有试穿数据。百货要的是牌面，不是摊位故事。 3天内补齐，我再看。杜总，您把门槛抬高，我们就一条条跨。3天后，您敢不敢坐在这儿看完？
还差1800，明天中午前补不上，何明不会再见我们。我把礼仪队后续款催一催。酸辣粉摊儿能先拿300，不够，今晚开预售，把百货试柜第1批名额放出来。预售等于把风险摊给顾客，所以写清楚，进不了百货全额退，进了百货优先取货。你这是拿信用换门票？对，杜万林拿门槛压我们，我们就让顾客亲手把门推开，他敢拦100个顾客吗？我这小厂接不了大单，200件能接，但锦盛昨天来过，谁接你们的单？后面别想接锦盛外包。钱守成，锦盛给你稳定订单吗？压价压得很，做一件赚几毛。我们量小但不压工价，验收合格7天内结款。你们拿什么保证？日成工价、质检、尾款都写清楚，违约按比例赔。钱叔，上次我们做工当天结，他们不拖钱，我可以驻场返工。我们不是求您冒险，是来一起把锦盛压低的工价抬回去。小许，你这句话说的大，200件先试。许南桥，你比我想的难缠。你是杜万林的儿子？把1尺青怀卖给锦盛，你们3个可以做部门负责人。听起来像收编。我们现在自己有能力，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好意。百货不是你们玩得起的。杜家想让一个品牌消失很容易，许南桥想让一个品牌活下去也很倔。你会后悔拒绝。哼，那百货招商件，你们进得去吗？我能接，但你们这点量排不上。我们量小但回款快。我不只要排期，还要看样衣间，他们不欠工钱，你接了不亏。我怕的是杜万林翻脸，但小厂也得有自己的路。这些老师傅手慢，青怀要速度，可能吃亏。急单也不能乱踩。我需要的正是稳。工价按件算不公平，夜班另加补贴。你们连老师傅都算这么细？细不是小气，是别让会手艺的人吃闷亏。腰线不对，批量生产会显胯宽。已经改3版了，再改要误工期，多改一次，成本增加3毛。我们要好，准能卖长久。你们做夜市货用得着这么细？我们做的是要进百货的衣服。这是我们昨晚刚改的版，有人卸样。服装行业谁快谁赢。你只拍到了样子，没拍到尺寸。顾客看的是样子，不是尺寸。肩线偏2厘米，腰色少1寸，穿上会塌。哼，顾客不懂。姐，愿意试一下吗？这件免费试。肩膀不平。再试这个，差别这么大。谁家版型好，顾客说了算。许南桥，你别逼我。是你们一直逼我们，你们敢把断工短信也拿出来吗？不行，腰线歪半寸，穿上就显肚子。小毛病，你们真不怕亏？怕亏就交烂货，青怀就没资格进百货。我带人重压腰线2个小时，重做会增加成本，但返锅单也要签。明天百货看的是样衣，杜万林敢拿烂货比吗？腰不勒了，但口袋浅。袖口好，干活不卷。口袋加深1寸，带口压暗扣。加暗扣每件多3毛，3毛换1天不掉剪刀，值。你们穿8小时最有资格挑。那我明天带车间主任来看，他嘴毒，带来。衣服不怕堵嘴，怕没人说真话。公司注册、布料、加工、摊位、质检，全加起来我们缺3200。我可以把画夹卖掉。不行，你的画夹是饭碗。我有个办法，但风险大。预售，把款提前给老顾客看，收定金。就这么干。预售不许夸大，说清楚风险。如果没人下单，说明我们还不配进百货。我在粉摊帮你们说。妈，只说真话。真话最有劲儿。姐妹们，今天这款不是现货，定金10块，7天交，不满意可退。你们要进百货啦？我们在努力补资格，合适再定。第一单定金10元，98、99、100，满了。他们真的愿意的，因为我们没骗过他。杜总，他们用预售凑到钱了。若宁，明天去河湾，我要亲眼看生产。他们敢换布，我们就敢查到底。我们车间姐妹说这里要松一点，我改成斜口轴，干活不勒。改版后成本多8毛。南桥，
2个版本要分开，别把库存搞乱。能解决真问题，8毛值，我们就是靠听出来的。李翠，明天你敢穿着新样品回厂，让全车间挑满品吗？进不了百货就退，你们不怕亏死？预售款单独记账，不进公用款，只做百货第一批，不拿去补别的洞。大家看清楚再交钱，别冲动。清淮想进百货，但不骗大家陪我们冒糊涂险。押金够了，那明天把钱送到百货。这张票是顾客买给我们的。阿珍突然不来了，外面说接单会被谨慎断外包，还剩130件没做，7天交不了。预售定金要退，百货材料也赶不上。许南桥，没想到吧？离开云棉，你还是要看人脸色，人家有更高工钱，我只是介绍，合法跳槽，懂吗？你这是恶意结工。他说的没错，不能硬来。清河拆工序，若宁重新排交期，阿珍他们能来多少算多少。靠几个夜市嫂子就长，笑话！我从婚宴跑出来时也有人笑，结果我站在这儿，你还在替别人跑腿。南桥，我们来了8个人，谢谢。工钱照旧日结，加夜班补贴，大家别拼命，出错比慢更麻烦。你们都这样了，还加补贴？夜班就是夜班，不能装看不见。我把工序贴在墙上，谁不会我教。我以前只会局部加工。够了，你负责这块。热的，先吃再干。罗姨，你这粉比老板画饼实在。原来公司不是先有牌子，是先有人愿意一起熬。爸，他们没停。那就等他们最累的时候再给一刀，他们扛得住吗？这批不能出，补2针就行。你们这样做生意，利润薄得吓人。补针能看出来，顾客不傻。加班前按约走，不能让工人替我们赔。先通知秦老师和团单客户说明原因。钱守生，您敢不敢跟我们一起把这批重做干净？我带人拆，今晚补。行，我让师傅烦。阿珍，别给青三干了，谨慎给你双倍。双倍是今天，坏了名声是一辈子。哼，你一个采鸡的，讲什么名？他叫阿珍，不叫采鸡的。你私下挖工，我们可以走合同追责。你们拿合同吓谁？不吓人，只保护干活的人。南桥，答应我，以后清淮的工人都有名字。答应。马广才，你当年扣我10块钱，今天还想扣别人的路吗？物件细节基本合格，余下材料要送检。样品已封袋，今天送。先别送，交货前还要复查。南桥，你已经2天没睡，等交完再睡。徐姐，这一卷布颜色不对，偏色，不能混。订单写的是浅色，送货单却被改成灰底，临时仓管签收的。仓管人不见了，有人故意换布，现在补布来不及。错布不能用，少也不能混，不用就少50件。若宁，通知预售后50名延迟3天，送补偿。主动说延迟，顾客会闹。你交烂货好，如果杜万山趁机说我们违约呢？那就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宁愿延迟，也不拿错材料糊弄。今天先道歉，后50件因为材料被错换，延迟3天交，退订的退双倍，愿意等的送免费调整。你完全可以不说，不说交出去也是骗。我等，留下等的有47个。许南桥，商场看结果不看你多有良心，那也比交假货强。顾客救不了你进百货。你错了，他们就是我们进百货的理由。你敢把延迟记录也交上去吗？敢。你敢把谨慎换布的事查清楚吗？报告出来了，全部合格。合格不代表能进百货，至少代表您不能再说我们是杂牌烂货。杜总，报告是满的，不是我嘴满。市柜押金还差一部分，团单尾款今晚到账。如果尾款不到账呢？那我们摆回夜市赚。但如果到账，杜总您还拦吗？我等着看你们怎么凑。那您看清楚，清回不是靠谁施舍进门，是自己把门票挣出来。徐总，为什么主动请媒体看质检？因为有人说我们报告作假。抽检由质检站封样，样衣从批次里面随机拿。这对你们也有风险。有风险才有可信度。如果结果有瑕疵呢？该改改，该赔赔。清淮不靠遮住问题活，
报告合格，我会把试柜流程往前推。那就请您也说到做到。何经理，杜安林里还敢说我们是夜市杂牌吗？许小姐终于进来了，不过你们这展板比别人矮一截，看着可不像能进百货的牌面。展板矮，衣服不矮。一纸清香，先说明一下你们之前的交付延迟记录。延迟原因是布料被恶意错换，已主动告知顾客，退订3人，其余继续履约。百货需要稳定供应，不需要你们在这里做道德表演。稳定不是把问题藏起来不解决。你们没有商场经验，我凭什么给你们位置？凭我们真实的顾客反馈，3个月，一指清怀售出2376件，退换率仅2.1%，这是不同身材顾客的上身效果。我们卖的不是均码，是让普通人能穿好看的衣服。商场专柜面对的是高端顾客，不是夜市人情。况且数据可以编，照片可以摆，谁知道真假？那就现场试。阿姨，您愿不愿意试一件我们的衣服？我这身材又胖又壮的，哪能穿商场里这些高档衣服？您别担心，穿上试试。何经理，我们不是来求特殊照顾，我们只要一个试柜，15天，卖不动我们自己撤。一尺清怀，15天临时试柜，15天后我亲自看你们怎么撤柜，也请您亲眼看我们怎么留下。这地方人流少，你们别抱太大希望。人流少就把人留下。我做了试穿卡，按身形推荐，每日销量、试穿转化、退换都记。你们不是南桥夜市那家？姐，你来逛百货，我说过，等你们进商场，我来买第一件新款，您先试。还真好看，给我包起来。试柜第一单，谢谢姐。别谢我，是你们自己走进来的，欢迎试穿。不合适不买，大家随便看，真金不怕火浪。这个角落怎么热起来了？因为衣服会说话。第一天销售47件，超过目标，试穿转化率很高。第一天而已。你等了一整天，就说这句？我是来提醒你们，百货15天，前面靠新鲜，后面靠补货。补货计划已经排了。那如果你们的工厂明天停工呢？你们又想做什么？我来提醒你们，我只是好心。你们的好心通常都带刀。许南桥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收购？你会轻松很多。我轻松了，清河的设计、若宁的账、阿珍他们的工钱，就都成了仅剩的数字。生意本来就是数字。错，生意是人先活下去，数字才有意义。你这种人最难控制。谢谢夸奖。那就看看明天你的货还能不能进百货。你们不降价吗？可以让利，但不能低过工钱和售后。今天试穿免费改袖长，半小时内取。半小时？做不到就是砸百货的脸。商场里还能现场改？能。你花钱买合身，不是买将就。我做导购3年，第一次见顾客等着改袖子还这么高兴。以前他们忍着，现在有人听。改完第17件，下一件让顾客自己确认。现场改衣要限量，否则后面交付会乱。挂号牌，今天改满30件，后面预约。有个顾客说你们小气，小气也比乱承诺强。南桥、锦盛那边开始喊19元了，让他们喊。我们今天不拼低价，拼谁敢对每一针负责。临时规定，小品牌补货要提前3天预约。昨天没有这条，今天有。货不进去，柜上就断码。谁通知的？上面。小许，我车不能一直停。现在卖场开门还有20分钟，走正门。正门不能进货。不进货，做展示。移动试穿架。你们不能堵门。我们站在允许展示的位置，不堵。昨天盖过章。一尺清怀补货到了，因收货口临时调整，先在门口给大家试穿登记。杜副总，这就是你说的断货？经理，我们申请补货通道恢复正常，门口展示不适合长期销售，也影响百货秩序。你倒会替商场考虑，
我们按规矩申请，按规矩销售，也希望商场按规矩执行。小品牌服从管理，管理可以，但不能一天一变，更不能只针对一尺清淮。补货通道恢复，15天试柜继续。经理，销售数据我看得到。谢谢。何经理公正，你堵收货口，我们就站到正门，下次你还想堵哪儿？许南桥，你别太得意。大厂靠权势压人，我不靠得意活，靠解决问题活。这不是我们的货，我按单送来的，中途没开箱。秦淮如果连货都管不好，试柜暂停。有人调包。我们的袖口是双压线，这批不是。若宁，封箱照片有，出厂前每箱拍了编号。你们还拍这个？被人算计过，就要比别人多留一手。我想起来了，路上有车别了我一下，我下车看过轮胎。那就是那时。何经理，给我2小时，2小时后我会把调包的人找出来。就是这辆车，我下车看胎，他的人靠过箱子。车牌看不清，能看清车身广告。虹桥仓储，赖金宝常用那家仓。徐总，我愿意作证。杜万林喜欢暗处换货，那我们就把灯一盏盏打开。他敢站出来认吗？15天总销售820天，复购136人，超过正式专柜最低标准。短期冲量不代表品牌能力，退换率也低于标准。百货要的是稳定供货，你们撑得住吗？我们已经和河湾厂签了季度合作，还准备自建小作坊。自建？你们有钱吗？专柜利润足够启动3台机器。一指清淮，试柜转正式专柜，合同1年。恭喜！但百货只是南城一角，等你们走出这里才知道外面多冷。冷也要走。许南桥，我现在正式给你一个价，50万买一指清淮。不卖。我还没说条件。不用说，青央不是货，是我们3个人的命。哼，命最不值钱。等你缺钱那天，你会来求我。杜总，那您等着，看是我求您，还是您求我们别再长大。试柜3天，销售第1，投诉为0。3天看不出品牌命，但能看出顾客愿不愿意掏钱，也能看出谁在背后调包。这辆车跟了老彭20分钟，车牌已经报给管理处。你在暗示什么？我在提醒您，青回不会再被人按着打。杜总，夜市摊进了百货，下一步您还准备关哪扇门？正式柜期拿到了，但下一批货的钱还差4000，工人那边等着结本周工资，不能动工资。不动。百货可以提前结部分销售款，但要你们签保证销量。保证销量是陷阱，卖不到就赔，不谦虚的，我们拿预售、团单、柜台3线凑。你们是真难。难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拿工人的钱填老板的脸。何经理，能不能给我们7天周转？老板，我们真有自己的地方了。先别叫老板，叫南桥。河湾厂那边我继续接大货，你们小作坊做打样和集单，分工清楚，账也清楚。我终于有打样台了。那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看谨慎脸色，但要看顾客脸色？顾客满意才是真饭碗。真的写加费？写了就算。以前厂里从不写。清淮写，但质量也要按标准来，这规矩我喜欢。锦生那边说，你们的货被百货顾客投诉开线，这是退回来的。这不是我们的货，又是假清淮。他们把假货推到我们头上。要是百货信了，你们刚拿到的专柜就危险了。若晴，封箱。清河，拿真货。我们去百货。我在清淮柜淘买的，穿1天就坏。姐，这张小票不是南城百货开的，可吊牌是清淮，没有1尺标示，限号也不是我们的小作奖，这就是恶意仿冒。又是假货。经理，我建议百货现场设真假辨认牌，也请您允许我们贴出正规购买凭证说明。这会影响品牌形象。不说影响，顾客被骗，最该生气的是我们。那我怎么办？您不是在我们这里买的，但我们帮您写维权材料，也给您1次真货折扣，不是赔罪，是让您知道真清淮什么样。
你们还帮我，因为有人用我们的名字骗您。认准清淮3步法，看1尺吊牌，对内部限号，查专属售后章。大家看，假货为了省成本，真距拉大，洗后极容易爆线，而真货每台都有独立编号，卖出时间、尺码改动全在我们的账本里。我就是买到假货的人，清淮没推卸责任，还教我怎么辨认，以后我只认带编号的真清淮。把行业里不能说的偷工减料全拆穿，你把退换做这么重，成本迟早压垮你。成本压不垮我们，欺骗才会。你太理想主义。我很现实，顾客信我一次，比砸100万广告费都管用。他居然就这样度过了假货危机。杜总，那假青桥的生产线要不先停了？晚了，现在停等于做贼心虚认了账。爸，许南桥不是普通的夜市摊主，他懂得借势。这一局我们在质量和口碑上输了，那就换打法，用我们最擅长的价格战。谨慎可以把同类款压到19块，压到19，连成本都包不住，会严重伤及集团利润。1尺清淮刚租作坊刚开专柜，现金流催得像纸，我要他们卖一件亏一件，半个月内资金链断裂。南桥，昨天单日新增会员212人，全都是冲着我们的质量和编号来的。小作坊那边已经在加紧赶制秋款了，这波口碑稳了。19元，这连布料和人工费都不够吧？他们疯了！19元，如果我们要跟这个价，每卖一件，不仅没利润，还要倒贴6块钱。南桥，我们跟不起。锦盛今天抢走了我们近70%的客流，真要打价格战，杜万林能用钱砸死我们。我们的现金流最多撑10天，谁说我们要跟他打价格战了？我们不跟，不降价，顾客全跑了。他不计成本卖单件，那我们就卖服务卖全套。青湖，你之前画的那组半裙加衬衫搭配稿在哪儿？你要做套装？对，单件比价格，我们就跟他们比效果。明天起，青湖不再拼低价，拼全身搭配和免费改腰。杜万言想让我们亏死，我们就让他看看，便宜货永远比不上量身定做。你们的客人都往那边看，南桥、锦盛便宜这么多，你们会降吗？如果降价，我们每件亏6块，不降，销量会掉。不跟价，做组合，单件比价格，整组比效果，客单价提高，利润能保住。姐，锦盛是单件，如果您要一整套穿的体面，我们现场搭，那试试。这套显得我像办公室主任，包起来，那今天就按主任价68一套，免费调整。组合第一单，南桥，库存不够，杜万含单价，我们抬价值。价格战变组合战，南桥，以前老板只会喊快，你们还管我们累不累？急单加补贴，但谁累了必须换班。我排了3班，不能超时。组合物件简单，但数据要准。我妹妹也想来清淮，能收吗？有施展期，工钱写清楚。我们需要培训，不要只会拼命的人。清淮以后要建自己的车间。那你真要当大老板了？不好。锦盛也出了套装，价格49，那就推出第2招，顾客档案，锦盛能超款，超不了关系，比复购。50万换青豪51%，你们3个继续做管理。控股权给你，清淮就不是我们的了。没有钱，扩不了厂，协议里还有设计稿买断。大公司都这么做，那我们就先不做大公司。许小姐，穷人最容易把尊严看得太贵。尊严不贵，是你们老想便宜买。我们可以要贷款、预售、订单、融资，但不卖清淮的命。拒绝这笔钱，你们下个月工资都难发。那就让你看看不卖命的工资怎么发出来。19钱真便宜。顾客会用脚投票，也会用身体投票，勒不勒？穿1天就知道。小慧，您可以先试，不急着买。我买清淮，贵一点，但不扯肩。一个顾客代表不了市场，那就看100个。南桥，低价战会拖很久。那就拖。杜承泽，清淮不会跟着你们烂价，敢不敢比复购？你还记得我数据？上次改过2厘米，这次最新物件不用再量，老顾客满3次免费保养。太省事儿了。小品牌做这么重，扩不出去。扩不出去就慢一点，不能把人丢了。我就喜欢他们记得我。你这样做会改变男陈女装的卖法。改变卖法，那正好。价格战第1周，利润还涨了。组合货物和档案卡救了我们。顾客信你们，才是救你们。下一步，注册第2条生产线。工价公开，质检公开，加班自愿问题追责，还有设计归属。从夜市摊到员工手册，你们真像个公司了。
许南桥，省城百货有人要见你，但我提醒你，那里是仅剩的大本营。南乔姐，我能不能少做2小时？我手疼，订单急，少一个人就慢一节。如果按原排期，明天会少交20件。手疼还踩，线会歪，人也伤。停，今天重新排班。可客户催，加一个休息轮班，利润会少，少就少。清淮如果靠熬坏工人赢，跟杜万林有什么区别？有人说你们装好人，订单急还搞休息。休息不是装，是怕手废。我重新算过，轮班后交期慢6小时，那就跟客户说6小时。客户骂怎么办？轮着扛，但不让工人替我们扛。南乔，老板不能总把难情话自己扛。这话我服。明天把休息表贴到厂门口，谁说清香慢，就让他看看我们为什么不拿人命赶货。一尺清淮在南城数据不错，但省城门槛更高，稳定最重要。稳定不等于没有新选择。你们能给什么？适合职场的高性价比物件。南城百货15天试柜和转正数据。地方数据不能代表省城，所以我们申请7天试卖，7天后看销售，不打低价，只打合身。这里不是菜市场，试7天不影响长期合作。好，7天。许南桥，你很会钻缝。杜总，是您把门关太死，我们只能从缝里长出来。省城成本是南城2倍，7天卖不动，我们亏大，所以要调整。不要盲目高端，可以有升级，不能丢基础。我做2条线，上班第1件，升职第1套，名字好，价格也分层。顾明礼来电，我们的位置临时被调到后门通道。那还有人流吗？有门就有人走，后门也能卖成正门。华光敢看结果吗？位置只能这样，能不能做起来看你们。这里顾客少得可怜，灯也偏黄，物件不出色。如果今天没成交，华光会撤，那就先抓住一个。姐，您这件最新物质是不是一弯腰就跑出来？你怎么知道？它腰长余量短，换这件样品材料，动作会利落。你们要在后门给员工试衣服？员工也是顾客，后门能卖起来，正门还会远吗？我弯腰整理货架，线条真不跑。顾明丽，你腰长，长度要多2寸，不能只按通用格。员工休息区卖货，华光没先例，那就先不卖，只试。试穿记录不收钱，顾客转化再算。麻烦，但能留下真实数据。顾经理，我下班想买1件。后门给你们1天，不代表进正门。1天就够。顾经理，敢不敢看员工把顾客带回来？顾明礼把我们发配到后门，位置太差了。后门有员工，他们才是我们最好的活招牌。站1天腰酸吧？试试这条半裙，坐下不勒，站着贴合。真的不勒，我上班能穿这个？清淮就是给你们这种站着也要体面的姑娘穿的。顾经理，不到2小时，内部员工买走34件，退换0。他们每天站8小时，比任何模特都懂衣服怎么折磨人。顾经理，正门顾客看的是排场，后门员工选的是日子。您觉得我们这衣服配不配去正门？我给你们正门中庭的位置，1天时间。1天够了。杜万林把我们赶到侧口，我们就从后门把正门砸开。听说顾明礼给了你们中庭的位置，把衣服卖给保洁和底层导购，算什么高端品牌？衣服是用来穿的，不是用来分阶级的。你最讨厌的是总让泥腿子产生能上台面的错觉。7天后，华光的独家渠道会签给锦盛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那明天请杜总亲眼看看泥腿子是怎么在你们的地盘上扎根的。听说你们把百货后门卖成热门打卡点，我们是试衣点。很多女性不是不想买，是没人认真看她们怎么穿。我们记录的是数据，不是虚荣。这句话可以播吗？可以。媒体来了，谨慎会更急，我们也要更稳。越多人看，越不能飘。一个从夜市走来的品牌正在省城引发关注。我们上电视了，这会带来订单，也会带来麻烦。明天起，所有订单限量，不抢不乱。我今天接到电话，想挖我，月薪3000，条件很好。清河，这是你的路，不用因为我们愧疚。可清辉也是我的路，你想去吗？
那就想清楚再打。清辉不靠绑住人活。沈清河，你的设计稿在我们手里，明天不来签约，就别怪我们先发布。偷设计还敢威胁？你们准备好当面对质了吗？徐总，为什么不请模特？因为顾客不是模特。今天所有顾客都能看到自己的尺码记录，不公开隐私，只记录需求。它线条不细，但穿对线条一样挺，这比秀场更像生活。销售额已经超过华光同档新贵首日，你不怕同行看见？林采薇，您敢不敢写？普通人也配穿好衣服？我就是每天站柜的人，我第一次觉得衣服也能为我这种普通人改，这比任何广告都准。报道出来后，订单可能暴涨，产能要先控，不接空单。徐总，爆红以后最怕什么？怕飘，怕忘了第一个顾客为什么回来。那我盯着你们，盯紧点。清华要是忘本，你第一个骂。签了，稿子就是公司项目，年轻设计师不要太计较归属，平台能让你出名，这些是我在清华完成设计。出名还是被吞灭？许南桥，这是行业培养。这些设计有创作时间、打样记录。你们想怎样？我不能把清华的东西带走，停止使用稿件，书面确认设计权属。把事闹大对你们没好处。我想得很清楚，我的名字要跟清华一起被看见。以前没见过吊牌写设计师名字，以后清华每个系列都会写。好衣服不该只有老板名字。今晚新增预售200件。南桥，谢谢你没让我签，这算不算赢？算，但真正的赢是华光正式邀请我们进主题。许南桥，明天我们搬到1楼中庭，你们证明了后门也能成正门。中庭？中庭给他们，我要在最亮的地方让他们输，他们敢站上去吗？今天全场关注你们。哼，关注不等于成交，成交也不是唯一目的，记住，顾客才是。新系列准备好了，库存分批，避免超卖。有请一指清香创始人上台介绍品牌。我从剪线头开始，第一次知道一件3.5块的材料可以变成一个女孩第2天上班的底气。清淮做的不是贵物件，是让普通女孩穿得起的体面。讲得动听，但品牌靠供应链，你的供应链撑得住省城订单吗？你今天中庭预售赶限量，顾客排队你却不卖，这就是你的商业能力？撑不住的订单我们不接，我宁愿少卖，也不让顾客等一个交不出的承诺。我愿意等第2批，第2批登记，不收定金。杜总，您拿扩张压我，我拿信誉挡，您还想问什么？华光愿意给3个月正式展位，但你们要保证月供5000件。5000件我们做不到，如果接了可能会崩。许小姐，很多品牌都是先接再想办法。轻巧不这样，那请您把我们的销售和退换数据一起交上去。我们提出阶梯供货，第1个月1500，第2个月3000，第3个月5000，完不成自动降级，我们愿意签违约责任。你们真不像来抢钱的，我帮你们递。爸，他没有上钩，那下一步您还要逼到什么程度？你们真敢把设计过程放给所有人看？基础逻辑不怕看，怕看的是偷版的人。所有建议现场登记，顾客确认后才下单。今晚不卖神话，只卖和珅。我腰粗不敢试，腰粗不是错，衣服不懂人才是错。清淮正式进驻华光，3个月试柜。3个月后呢？3个月后，不是您问我们能不能留，是顾客问华光为什么不给我们更大柜。现场人比预估多3倍，试穿名额50个，超过就预约。我不能为了快把人胡乱套进去。直播间也开了，有人问清淮是不是只会卖女性辛苦？怎么答？真问题才值得答。谁要是不服，就上台试。500万买一指清淮70%，你们3个留任3年。控股权给锦盛，设计权归京盛，员工合同重新签。还有一条，你许南桥做代言人，就是让我闭嘴当招牌。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，500万还不够？我跟着他是因为他从不偷我的名字，我跟着他是因为他让账本见光。你们2个想清楚，你们跟着他可能1分都拿不到。杜总，500万买不到我们挨过的夜、守过的摊、赔过的笑脸。情怀不值钱，
那您为什么花500万买？从今天起，锦购会全面封堵你们的布料工厂、商场。您终于承认以前也在赌了。杜总，这句话我们收下了。你录音？您说的这么有底气，怕什么？500万巨了，明天银行那边可能会收紧贷款，下一步先稳现金流。杜万林不会只谈一次。我爸接下来会打价格、打供应、打舆论，你们最好准备好。谢谢提醒。我不是帮你，姑娘，外面下雨了。没事，我们雨里摆过摊。杜万林想让清淮低头，我们明天就把公开成本牌挂到华光门口。录音只能证明他口头威胁还不够，下一步要找被谨慎压过的工厂和布商，但至少能保护我们。他们敢说吗？不能乱发，没有完整证据，反而会被说炒作。华光总部回复了，阶梯供货可以谈，但要求我们提供3家稳定供应证明，梅姐算1家，河湾算1家，还缺1家。去绍兴，你守设计和柜台，我去找布。南桥，你别总把最难的扛走。我不是扛走，我是去开路，带着清淮的账能让人信你。如果我3天没回来，你们继续买。别说这种话，那就换一句，等我带布回来，你们准备好接单。好。又要走，一个人去找布，一个人快。南桥，妈不拦你，但撑不起就说，不丢人。你不是一个人了，妈，我怕我撑不起他们。拿着，上次押出去，这次别丢。去吧，把路量回来。开往绍兴方向列车开始检票。等我回来，我等，清淮也等。杜万林能堵南城，可他堵不住每一匹布的来路。这破物件，坐个火车连胳膊都伸不开，累死个人。杜万林以为切断了高档来源就能堵死我，可他根本不懂，只要我们一直看着这些真正用物件的人，清淮的题，顾客会亲自帮我们出。小单不接，我们东湖走的是大货。我可以先拿样布，3天内按订单补尾款。每天跑来绍兴谈梦想的小老板太多了，走走走。阿六，让他说。我做1尺清淮，主打职场通勤女装，现在缺稳定棉布，要求色差小，补货快，能签长期价。你有多大体量？现在只有几个专柜，但3个月的目标是1万件。你凭什么？凭这些，真实销售低于行业均值的退换率，30%的复购。账做得够干净。我合伙人做的，做生意不能糊弄自己。你一个人大老远来，是因为在南省被人彻底封堵了吧？仅剩的杜万林是，你想跟他斗，光有胆可不够，所以我才来找有布有胆也讲规矩的人。这句话我爱听，我愿意看看你是不是只会说漂亮话。您愿意供我做女装，布不是越便宜越好，你要稳定和口碑，就要接受合理的进价。我可以先小单现结，走顺落后我们再谈账期。聪明，这款适合你本子上记的那个带微弹的秋款，垂顺但不软塌，正合适。白姐，给我第一批300米，1半的钱我现在现结给您。眼力不错，另一半呢？拿我华光专柜的销售回款补。敢把问题写在明面上的人，绝不会赖账。好，我供你，但谨慎他们迟早会知道你在我这儿拿了货，路可不好走。不躲，从正门把货装走，谁敢拦，我就砸谁的脚。清河，我找到布了，太好了，但南桥里衬要换软一点的，不然洗后会变形。记下了，我算过了，如果版型好，退货率低，这钱能省回来。会算账，而且不是瞎算。若宁，稳住华光那边，我今天就签合同装车。你一个人装车，千万当心。白姨，先按300米走，剩下的看华光第一批秋款的反馈。你倒是稳得住，吃不下还硬吞，会噎死。白姨，合作愉快。你动作很快，你跟的也快。杜家现在连小姑娘找布都要管。白老板，谨慎愿意高3成收这批布，我已经签了，违约金谨慎付。杜副总，你们除了加钱截路，还有别的本事吗？商场如战场，战场也讲底线。杜承泽，回去告诉你爸，我白素心不做毁约生意。白老板，您会失去谨慎这个客户。我10年前就失去过1次，不差第2次。小许，装车。你以为找到布就赢了？没赢，但你们又少了一堵墙。你越往上走，摔下来越疼。那我就把鞋底做厚一点。总部要供应证明，今天最后期限。南桥在路上，
合同照片已经传真过来，原件明早到。传真件不算稳定证明吧？合同主体、印章、发货单都在，原件延迟是运输原因。做生意差1小时也可能输。杜总这么急，是怕我们补齐？我是怕华光把机会浪费在没根基的小牌子上。原件到了。绍兴东5部行，3个月稳定供货。材料齐了。杜总，您还想赌哪条路？路多的是，你走不完。那我就一条一条走给您看。这批布涉嫌合同纠纷，不能走。合同在哪儿？口头约定也是约定。我跟你们没口头约定。他们不是要布，是要我们交不出秋款。陈松，别堵车，堵路违法。我们现在就打电话请市场管理处来。你动不动就找规矩，烦不烦？不讲规矩的人才嫌规矩烦。车开走，出了事我作证。许南桥，5成上新你们赶不上。那你跟着车看，清淮赶不赶得上，不由你堵门说了算。原棉价格暴涨40%，5成上新的货要是按这个布价进，我们每卖一件就要倒贴2块钱。不是市场自然涨的。杜万林联合了几家大布商，把省内这个季度的优质棉纱配额全扫空了。他这是要从源头上卡顶我们，没布5成上新就是个笑话。小许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按我们之前签的价，这300米我交出来，我的布行资金链就断了。白姨，我不能让您跟着清辉一起死，原合同作废，重签一份，原价进货，但5成首批售出的利润，清辉分给东吼布坊2成。南桥，没合同我们拿不到布，我们不做买卖关系，做战略合伙。就算白姨同意利润分成，布料还是不够12000件的量，能不能用拼色或者改变褶皱，省下面料？把后背的暗褶改成明线收腰，每件能省0.2米布，再把袖口换成高织混纺，干活更耐磨，成本还能降。如果按清河的新版型，加上白姨的分成对赌，我们的现金流刚好能撑到5成开柜。杜万林以为拿钱能买空市场，但他买不空我们的脑子。5成上新，照常打。小许，省城数据我们看了，但代理一尺清淮风险不小。您担心什么？锦盛在全国有渠道，我们代理你们可能拿不到其他货。大家做生意不是做慈善，我们也不需要慈善，我们给清楚的区域政策和售后支持，首批不压大货，按预售数据配货，降低库存。预售在夜市百货可以，外地未必。所以我们先开城市合伙试点，不做盲目加盟。说的好听，其实是不敢铺货，不敢乱铺。经销商要的是利润，不是你的小心。利润不是压货压出来的，是复购做出来的。如果卖不动，退换怎么处理？首批滞销款可调换20%，但必须按销售数据反馈。这倒新鲜，新鲜也可能是麻烦。杜总怕麻烦，可以继续做旧生意，我们找愿意做新生生意的人。我先试一个城市，哪座？江州。老田，你想清楚。杜总，我做了一辈子货，也想看看顾客账案到底能不能跑通。田总，清淮不会让您一个人扛。第一家外地试点，江州，款式要按江州气候调整。我们要做外地订单啦。这地图一贴，像打天下。不是打天下，是一步步开店。杜万林不会放过江州，他会找当地渠道压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止发货，还派人培训。谁去？我去江州。清河准备区域款，若宁守现金流。你刚从绍兴回来又去，第一城必须我去。南桥往外走可以，但别忘了身后。我知道，青央的根在这里。小许，江州商场临时说不给位置了。果然来了。陈总，位置不给，我们就先做单位试衣会。商场不让进，顾客还要穿衣服吧？你们给的利润太薄，经销商怎么活？但退换和培训你们承担，这点比锦盛强。青还不做虚高批发价，利润写清楚，售后也写清楚。卖衣服不是做慈善，我们也不是慈善，我们赚该赚的钱，不赚顾客看不懂的钱。每个城市尺码不同，我给你们拆城市版。小姑娘口气挺大。我先签300件。韩敏，你真信他们？我信敢把退换写进合同的人。田老板，您不签没关系，等清淮在韩姐店里卖起来，您可来不及后悔。商场不让进，我只能约到厂里活动室。够了，清淮本来就是从厂里出来的，
我们平时穿工服买这个干嘛？下班、相亲、去学校见孩子、老师，都需要一件让你抬头的衣服。你挺会说，我说的是我自己。我以前也在厂里剪线头，那时候我以为衣服只是别人的订单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衣服也能是自己的底气。我像变了个人，不是变了，是你本来就该被看见。厂里合同室真能卖出货来？商场不给位置，厂房就是位置。360件预定，先按200件交，剩下排第2批。你真会找地方。你们堵商场，我就找穿衣服的人。我爸说的没错，你最大的本事不是卖货，是让普通人觉得自己重要。他们本来就重要。如果我说谨慎愿意撤掉江州阻拦，换你停止扩张呢？你知道答案。许南桥，你会把谨慎逼到不得不伤筋动骨。那是谨慎自己的选择。我提醒你，我爸准备在全国服装展上公开打你。公开好，我们正缺一个让更多人认识青才的地方。你把他的战场当你的广告，不可以吗？杜万林能把南城当棋盘，我就不能把全国当追台。我们厂服向来只看耐穿，不看好看。陈总，我们也是人，不是机器。这款布耐磨，袖口方亮，弯腰不勒，团购价透明，工钱、布料、售后都列出来。你们把成本公开，不怕别人抄？抄成本容易，抄尊重难。能不能加口袋？我们上班要放小剪刀。加左侧内袋不硌腰。一群女工提要求，你们都听？他们穿，当然他们说了算。陈总，您能不能让厂服按女工的话改？我写口袋再深一点，会不会显得事多？不写才麻烦。每条反馈后面都要写是否改，什么时候改，不能让大家白提。以前厂服没人问我们，现在问的这么细，我反而怕说错。没有错，穿衣服的人说难受就是答案。反馈这么多，你们还能按时交？能交就接，不能交就说。陈总，您敢不敢把这张反馈纸贴到全场公告栏？全国渠道的战争，打的就是规模、速度和绝对的价格优势。刚才杜总讲了速度，但青淮今天要讲的是合身、复购和不压货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没有产能，新模式就是小摊把戏。那就看数据。3D 平均退换率低于行业均值，复购率高达 30%。最重要的是，经销商首期库存积压率为0。杜总说的对，我们的产能确实不足以吞下全国，所以青淮绝不接超产能订单。我们绝不让经销商拿真金白银替青淮的野心压货。南桥、北城2个商场我都谈妥了，除了原病的，我要求再加2000件秋款。产能，刘曼姐不能加，你疯了？别人都在满场抢订单，你们把到嘴的钱往外推。如果为了赶这2000件的量导致爆线，招牌就砸了。推掉接不住的，是为了守住已经签的。我不想拿残次品去考验顾客，更不能让您在商场里挨骂。别人画饼，你掏底对，既透明又狠。好，1000件就1000件，这份合同我签的踏实。限量营销玩得很漂亮，但我爸不会让你们就这么顺风顺水地走出展馆。他还要干什么？他准备在下午的总签单会上黑入大屏幕，公布你们早期的消防违规记录，还有一份所谓压榨外交工人的匿名举报录音。你为什么提前来告诉我？我只是想看看，脱离了那些讲情怀的漂亮话，面对真正的资本倾销和全网抹黑，你许南桥到底能扛住几分钟？那下午就请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不光能扛住，我还要谨慎为这次的下作付出代价。各位，这就是所谓新锐品牌的真相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但被剪掉了后半段。材料是真的，青淮早期必须做过消防整改，确实延迟过交货，确实产能不足。你承认就好。我承认问题，也请大家看整改结果。我们从没把问题藏起来，每一次问题都变成了新的标准。如果一个品牌从没出过问题，可能是它完美，也可能是它没让你看见。而我们青淮敢把不完美让大家一起监督，这才是我愿意公布的原因。你把丑事说成荣誉。不，杜总，我们把错改成规矩，但您敢把仅剩的记录也公开吗？您不敢，对吗？刚才我以为完了，还好完整资料都带着。若宁，今天你救了大家，是账本救的，账干净才不怕翻。我爸虽然输了今天，但不会就此罢休。你来替他放狠话？不是，我来还一样东西。
这是谨慎内部关于断供、抢注商标假清除的部分复印件。你为什么给我们？因为谨慎再这样下去会毁掉更多人，我怕自己会变成他。这些材料我们会依法提交，不会用来私下报复。我知道，你们一直按规矩走。杜承泽，证据一交，你就没有退路。你们从逃婚、摆摊、进场走到这里，不也没有退路吗？材料来自公共端口，但登录设备能查。如果查到谨慎，你们会起诉吗？依法处理，不在现场私刑。但我们要当场澄清，不等谣言过夜。对，谣言跑得快，事实就要站得更稳。主办方可以给你们3分钟说明。3分钟够放流水，公价外交返工表。徐总，这3分钟会是场硬仗。被人泼脏水的时候，还温温柔柔擦，擦不干净。关于一尺青葵与谨慎的商标记忆、不正当竞争、假冒混淆争议，今天进行公开调解。谨慎是合法申请商标，但我们有在先使用证据，这是劣质误剂和正品误剂的技术指标、样品材料、后续服务差异。我们要求停止混淆销售，公开澄清，并赔偿实际损失。你们狮子大开口！爸，邮件是真的，谨慎内部确实讨论过利用商标申请压制一尺青葵。杜承泽，请保持秩序。我愿意配合调查，我是在保住谨慎最后一点体面。你为了几个外人背叛家里！杜总，青葵不想毁掉谨慎，不是我赢，是规矩该赢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根据现有材料，谨慎需立即停止相关混淆销售，并进入后续处理程序。我们真的搬办公室了，比出租屋亮堂。 5个城市试点确认，华光续约，设计部要招人。我能带新工吗？你不是能，你是第一批培训师。我？培训师？你最懂怎么把男工序讲给新手。南桥，你爸要是看见会高兴。那下一步去哪儿？妈，我们还没到头，全国怕吗？你又开始了，账本准备好了。杜万林敢进来对账吗？紧张，比逃婚那天还紧张。那天你是一个人跑，今天这么多人陪你站。新系列全到位，5成试点数据、员工培训计划、售后系统都准备好了。第一批培训师也到齐了。部源稳定，别给我卖爆到断货，尽量不让您睡不着。我代表新谨慎来道喜，谨慎会停止价格战。希望这次是真的。我会让他是真的。你爸呢？他退出经营了，后续问题依法处理。希望谨慎也能重新学会做衣服。有请一尺青材创始人许南桥。很多人问我清淮是怎么开始的，不是从发布会开始，也不是从专柜开始，是从一件别人不要的尾货，一个夜市摊位，3个不愿低头的女孩开始。唐若宁让我知道账本干净才战斗，沈清河让我知道设计不是穿在人身上的尊严，我的母亲罗桂兰让有自己尺。南桥，我们从夜市跟到这里了。那今天请你们继续监督我们，清淮以后要做的不只是卖衣服，我们要让每个认真工作的女孩都买得起体体面面。她昨晚卖完了货，有现金流。我做了通勤、约会、上班，这把尺量过尾货，量过摊位，也量过我们走过的路。今天它量到全国，但不会量到头。从今天开始，轮到我们定规矩了。谁还敢说女人撑不起一家服装公司？37家渠道商到场，预付款购开2条新线，但有6家还在观望。观望什么？他们怕谨慎翻身再压价，也怕清淮红一阵就散。我刚收到消息，北城几个老渠道商被人劝退。谁劝的？以前跟我爸走得近的人。他们不是怕赔不起，是怕我们把进价、公价、售后都摊开，让他们没法再糊弄顾客。那就别在后台等了，走，货摆在台上，账摊在灯下。今天谁敢问，我们就敢答。徐总，衣服卖得好不难，难的是出了质量问题，谁负责？对，退换货压到我们头上怎么办？徐总，今天要是订货会冷场，一尺清淮还开得下去吗？先把话说清楚，清淮不让渠道商替我们背锅，空口白牙，谁不会说？这是售后分责表。面料问题清淮承担，门店误导销售门店承担，每一条都有签字。你们小公司赔得起？这件物件的真距、缝份、缩水率都在板上，你可以现场抽检。抽检？你确定？你不抽，我也要抽。手别抖，剪坏了算你的。这献祭比仅剩新货还密，成本板上写的明白，我们不靠偷工减料赚快钱。密一点有什么用？顾客认牌子，不认献祭。顾客以前没得选，今天开始，他们会认。徐总，如果现场没人敢下单呢？那清淮就从第一家敢签的人开始做。我们当年一件尾货都卖得出去，今天还怕一张订单吗？
我签。刘曼，你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，清淮敢把责任写清楚，我为什么不签？我也签，限500件，我要轻松的尺码强版本，别再只给我均码。每个城市体型数据不同，我会给你们拆版。布我供，质量我担。预付款到账一笔。陈老板，你要是来订货，我们欢迎；要是来砸场，就把话放到台上说。徐南桥，明天货进不了商场，你拿什么交代？那你明天敢不敢到商场门口看清淮的第一柜怎么开？哼，你们售后写的太细，我要是签，锦盛那边会断我老款。责任不写清，出事就互相推。老孟，怕责任就别卖清淮，不会让你们盲目压货。我做了20年批发生意，第一次被品牌叫少码货。少拿不是看不起您，是让顾客先认货。老孟，明天第一柜开起来，您敢不敢把清淮摆在门口第一排？徐总，临时消防通道检查，今天所有新柜都延后。锦盛的货刚进去，现场有现场的难处，请配合。这规矩挺会挑人。若宁，把进驻合同和违约责任书拿出来，念给孙主任听。合同第3章第4条，若无正当不可抗力理由阻碍品牌如期上柜，商场需按预估日营业额的30%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由此引发的品牌公关损失。拿合同压商场，你真以为自己是大牌了？孙经理，除了违约金，昨天省城跟访我们的媒体记者林采薇，现在就在商场正门等我们开柜。如果外面上演配合恶意竞争上了总部的桌子，责任谁背？如果今天清淮进不去，损失的流水您去跟你们大老板解释。让安保放行，立刻进柜。徐总、刘总，请。孙立成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，我是开商场的，不是给你看家护院的。陈老板，时代变了，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拦不住白纸黑字的合同，借过。开柜1小时，销售额破万，干净利落，这才是能长久做生意的样子。许南桥，全国盘子那么大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爆雷，砸进去的重资本能把你拖垮。所以我们要把会做最新物件的人培养出来，把供应握在自己手里。培训厂，建厂，那你敢不敢看着清淮第1家培训厂就开在我当年逃出来的那个县城？我的根在哪，我的底气就在哪。首日销售2万3，退换预约6件，全部是秀场调整。北城顾客技术指标偏窄，下一批大货样品材料我立刻微调。卖得太好了，我明天一早向总部加单。先不加单，把这6件退换改好，让顾客满意了再谈补货。有销量还不追？追错了会摔。把进货、卖货、退换货的闭环跑通，品牌才算真正落地。刘曼姐，明早退第1件，我亲自站柜。全国品牌也是从改好一只袖子开始的。你们真不像一般供货商。徐总，回乡建厂，场面挺大呀，不过没有熟练工，这厂就是个空壳子吧？陈老板今天来是想砸场。阿珍、老赵，锦盛在隔壁市开了大厂，底薪翻倍，去就发安家费，你们在这儿能挣几个钱？沈设计师，丁总托我给你带句话，设计总监的位置还给你留着。陈松，你们这是恶意挖角！商场只认钱。许南桥，你今天连个人都留不住，我看你这牌子还怎么挂？清淮从来不靠锁链留人，门开着，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。我不怪任何人。陈老板，双倍工资挺诱人，但以前我们在大厂错一根线头被扣50，还没地方讲理。而在清淮，我是有名字的培训师，这钱你拿走，我嫌脏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南桥丫头愿意信我的手艺，让我教徒弟，做人得讲良心。回去告诉丁雪和杜万明，清淮的设计不只是画2张图，而是跟着这群工人一针一线改出来的。离开他们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陈老板，看清楚了吗？你们能用钱买走所有的布，但买不走愿意跟着清淮堂堂正正做衣服的人。带着你的钱滚出我的厂！各位上工！第1期学员共28人，布料我先供3个月，别省着练。线歪了不用怕，怕的是你不敢拆了重来。这把尺以前量摊位，后来量样衣，今天量人走出来的路。徐总，您为什么还亲自来培训厂？因为清淮是从一针一线长出来的。您觉得自己成功了吗？我妈不用再因为我被人戳脊梁，工人不用再因为没学历被压价，顾客不用再因为普通身材被敷衍。做到这些才算刚开了个头。下面有请一指青央创始人许南桥公布全国基础尺码与工价透明计划。10几年前我逃婚进城，身上只有我妈塞的几千块，那时候我只想活下去。后来我知道一个人活下去不够，
要活得有尊严才算赢。青央公开基础工价表，所有合作工厂必须签署最低工价承诺。青淮公开基础尺码库，所有城市版本都接受顾客返修。青淮培训厂第1期学员今天全部结业，北城5柜复购率已经超过预期。信盛加入份共建，不再参与低价恶性竞争。徐总，您这是想当行业规矩的制定者吗？不是我一个人定规矩，可公开标准会让青淮失去优势。规矩应该让穿衣服、做衣服、卖衣服的人都一起看得懂。靠藏着掖着赢不叫优势，叫侥幸。设计的优势不在偷懒，而在一直做得更好。这孩子真走出来了。怎么又回这儿？最后一场，我想从这里说。账本我带了，第1页还是欠款，第1张设计稿也在，丑的我现在不想认。我第一次来这摊儿，还是来买特价衬衫。徐总还卖衣服吗？今晚只卖1款。什么款？青淮第1款复刻版，领口腰线都改过，但名字没改，叫初露，价格也没乱涨。都做到全国了，还回来摆摊？我怕自己忘了，衣服不是卖给数据看的，是穿在人身上的。徐总，我学打板的，找不到工作，能去青淮试试吗？简历先给我，工资别听人画饼，要看合同。设计稿带了吗？带了就别怕丑。当年有人在摊位前帮我改了一件衣服，今天轮到我们给别人留一个位置。先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改命。妈，我没有回头，我只是把来路铺成了别人的出路。谁说逃出来的女人只能躲一辈子？我偏要让所有人看见我是怎么站到这里的。